今晚我们从太空看地球，不过是以外星人的视角，在宇宙视角下的地球，他们会看到什么？此刻，不妨先放下手里的一切，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靠好，慢慢调整你的呼吸。吸气，感受空气轻轻拂过你的鼻尖，带着夜晚独有的微凉。呼气，让所有的疲惫和紧绷都随着这口气慢慢消散。希望你已经关注了我，麻烦继续点赞和收藏支持我，这对我继续更新有着超乎你想象的帮助。现在也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所在的城市，还有此刻的时间，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星球的不同角落，有多少人和我们一起共享这片星空，共享这份宁静。当你把视线轻轻抬高，离开地面，离开城市，离开灯光和喧闹，再慢慢来到几百公里之外的轨道上，地球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它不再只是我们脚下的土地，不再只是地图上被线条分开的国家，也不再只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日常。它像一颗悬在黑暗里的蓝色行星，带着云、海、山脉、沙漠、河流和风暴，在沉默中缓缓旋转。你可以想象自己正站在国际空间站的舷窗旁，窗外没有风声，只有无声的光。地球的弧线从视野边缘轻轻弯过去，白色云层像薄纱一样贴在蓝色和褐色的表面。我们先从红海两侧开始，看一看中东那些从太空中也清晰可见的山脉。红海像一条狭长的深色裂缝，夹在非洲东北部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此刻，我们正以大约350公里的高度绕地球运行，身体轻轻失重，耳边只有仪器运转时极其轻微的嗡嗡的白噪音。窗外的阳光不再是地面上那样刺眼的明亮，而是变成了一种柔和的带着金色边缘的光芒，洒在地球的曲面上。我们正朝着南方飞行，左边是埃及，右边是沙特阿拉伯。看起来我们似乎只看到了一小片区域，但实际上这片视野横跨了整整400公里。在地面上，这是需要开车开上4-5个小时才能走完的距离，但在这里，它只是你眼前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在阿拉伯半岛西侧，山脉沿着红海延伸，这就是萨拉瓦特山脉，它覆盖面积超过18万平方公里，许多山峰的海拔都远远超过3000米。从这个高度看下去，那些高耸的山峰变成了大地皮肤上细密的褶皱，深浅不一的棕色和褐色交织在一起，像是用最细腻的笔触画出来的纹理。你会看到山体表面有一道道向下延伸的纹路，那些是干涸的河床，它们像银色的丝带一样在干燥的土地上延伸，此刻是安静的、灰白的，露出了底下浅色的沙石。但这片山地却是整个阿拉伯半岛降雨最多的地方，只不过这里的雨水并不总是温柔的到来，它常常集中在短暂的时间里倾盆而下，在短时间内填满所有的河道。浑浊的洪水顺着这些河床奔腾而下，发出轰隆隆的声响，带着泥土和岩石的气息冲刷着这片干旱的土地，然后又迅速消失，只留下这些痕迹，证明水曾经来过。在这些山地之间，有时会出现巨大的圆形地貌。看看这里，这个巨大的坑洞，它看起来像陨石坑，但并不是来自天外撞击，而是古老火山活动留下的痕迹。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都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直到今天，这里还有一些火山处于活跃状态。从太空中看下去，这个火山口像是大地睁开的一只眼睛，边缘是深色的火山岩，中心是浅浅的洼地，周围还能看到当年岩浆流淌过的痕迹，像是凝固的黑色河流。这里的这些白点不是城市，而是一座规模巨大的水泥厂。在一片棕褐色的土地上，这些白色的建筑格外显眼，像是洒在棕色画布上的几粒盐。人类的痕迹在这样宏大的视角下，
总是显得如此渺小，却又如此清晰。就在这些云层的下方，是著名的麦加城。云层像是一层薄薄的白色纱巾，轻轻盖在城市的上空，只能隐约看到下方城市的轮廓。而俯瞰着这座城市的，是一些奇绝的山脉和蜿蜒曲折的公路。那些公路像黑色的细线一样缠绕在棕色的山体上，在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公路转弯时留下的优美弧线。如你所见，这片地区极度干旱，目之所及，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不过在山区的其他地方，在那些海拔更高、能留住更多水汽的山谷里，也能找到零星的植被，像是大地倔强的绿色睫毛。现在让我们稍微加快一点旅程的速度，朝着阿拉伯半岛的尖端飞去。你会感觉到窗外的景色流动得稍微快了一些，但依然保持着舒缓的节奏。画面的最右侧是阿拉伯沙漠的边缘，那里有着著名的塞夫沙丘，也就是纵向沙丘。塞夫在阿拉伯语中是剑的意思，这个名字很好地描述了这些又长又窄的沙丘。这些沙丘顺着常年不变的风向，在阿拉伯半岛周围绵延数百公里。从太空中看下去，它们像是大地的波浪，一道接着一道，整齐地排列着。金色的沙粒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你几乎能感受到，在地面上风吹过沙丘时发出的沙沙声，细腻的沙粒打在皮肤上的触感，还有空气中弥漫着的干燥的尘土气息。在沙漠和山脉的交界处，你会看到地貌上仿佛有一道伤疤，它看起来像是山谷，但实际上是一条隆起的山脊，旁边还跟着一条沙丘。这条山脊像是大地的脊梁，在千万年的风吹日晒中依然坚定地矗立着。你几乎能看到这里有一座带着水库的大坝，水库里的水在阳光下泛着深蓝色的光，像是沙漠里的一颗蓝宝石。而在大坝东侧的沙地中央，竟然有一座农业小镇，绿色的农田整齐地排列着，和周围黄色的沙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类能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种植作物，用自己的双手在沙漠里创造出绿洲，实在是一件让人惊叹的事情。你甚至能想象到，在小镇里，清晨的时候会有鸡鸣声，傍晚的时候会有炊烟升起，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味，孩子们在田边奔跑玩耍，充满了生机。这片地区还有阿拉伯半岛的最高峰贾巴尔纳比舒阿卜山，海拔达到了3700米。即使在350公里的高空，你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巍峨。它像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静静地矗立了亿万年。现在让我们从这里转向西方飞行，我们脚下是阿拉伯沙漠的东侧，从这个角度几乎能分辨出单个的塞夫沙丘，它们像是一条条金色的巨龙，安静地卧在大地上。再向北，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从北方缓缓流向南方的波斯湾，这两条河流像是大地的两条蓝色血管，滋养着伊拉克的土地。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河流两岸是大片的绿色农田，伊拉克的大多数城镇和聚居点都分布在这片区域。这就是著名的冲积平原，一片平坦的土地，河流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泛滥，在这里沉积出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几千年前，苏美尔人就在这里建立了城邦，创造了文字，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篇章。河水像一条温柔的线，把生命缝在干旱的大地上。然后视线来到高加索山脉，它横穿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一带，常被视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重要自然分界。这些山脉是阿拉伯板块向北移动，与伊朗板块发生构造碰撞的结果。在巨大的压力下，地表向上褶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山峰。这里有鄂尔布鲁士山，海拔5642米，是欧洲最高峰。和阿拉伯半岛的干燥山地不同，高加索有更多绿色与冰川，
从太空中看下去，是大片大片的深绿色，山脉孕育了数百条冰川，汇入下方的山谷。冰川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白色光芒，像是镶嵌在绿色地毯上的钻石。你甚至能感受到山谷里的空气是清凉的，带着冰雪的气息和松针的香味。溪水在石头间流淌，发出叮咚的声响。雪峰、森林、冰舌和山谷交错在一起，像地球忽然换了一种呼吸方式。与这些连成一片的绿色山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们右侧的伊朗境内，有一组看起来几乎超现实的山脉。说它超现实，是因为那些山峰仿佛从云层或雾气中探出头来，只露出尖尖的山顶，像是漂浮在云海中的岛屿。这些山脉都属于同一个山系——扎格罗斯山脉。如你所见，它极为广阔，绵延1600公里。它们从太空看去极其特别，一道道山脊像波纹铁皮一样排列，峰与谷并列，连续不断。扎格罗斯山脉同样是由板块构造运动形成的。阿拉伯板块与欧亚大陆边缘的碰撞挤压，让岩层被推挤、折叠、抬升，最终变成今天这些长而密集的山岭。这些山脉形成的断层带被称为褶皱逆冲带。但让我们再拉回到广角视角，如果这些都是扎格罗斯山脉，为什么南部的山脉和北部的看起来如此不同呢？这是因为它们由不同类型的岩石构成。在南部，沉积层在岩岩层之上发生变形，这意味着这种岩石更容易发生褶皱；而在北部，岩层要么非常薄，要么完全消失了。这里存在的岩层不像岩那样具有延展性和塑性，因此地貌只沿着断层线附近更窄的带状区域发生变形。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看起来要正常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不够美丽。它们同样有着连绵的山峰和深邃的山谷，在阳光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颜色，像是一幅层次丰富的油画。越过扎格罗斯山脉，在里海海岸附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湖泊，它就是乌尔米耶湖。这个湖泊曾经是中东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第6大咸水湖，表面积曾达到5200平方公里。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水坝阻断了流入湖泊的河流，它的面积已经缩小到原来的10%。现在，从太空中看下去，它只剩下了一小片深蓝色的水域，周围是大片白色的岩滩，像是一圈白色的花边。如果这个湖泊完全干涸，可能会对该地区的气候产生不利影响。目前相关的补水计划正在实施中，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再次看到它碧波荡漾的样子。湖泊的退去并不只是水面变小，盐分暴露、局地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承压，这些都会慢慢改变周围土地的命运。不过在湖边有一座古老的火山，在浅色地面的映衬下格外显眼。但稍微拉远一点，我们会发现，与这座被称为萨汗德的巨型火山相比，刚才那座火山显得微不足道。萨汗德火山海拔3770米，这意味着尽管它位于中东地区，但海拔足够高，冬季时山上甚至有一个滑雪场。你可以想象，在冬天的时候，山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滑雪服从雪坡上飞驰而下，笑声在山谷里回荡。继续向东飞行，我们来到了另一条毗邻里海的山脉——鄂尔布尔士山脉。你可以看到，伊朗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山的国家。尽管这张照片的视野非常广阔，但伊朗最高的山峰达玛万德山依然清晰可见。它的南边就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让我们仔细看看达玛万德山。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火山是亚洲最高的火山，海拔5609米。它目前仍然处于活跃状态，尽管据估计已经有8000年没有喷发过了。之所以认为它是活火山，
是因为它会定期释放硫磺气体，山顶甚至还有一个火山口，而这座火山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在于它比周围的任何地貌都要高耸得多。它像是一座孤独的巨人，静静地矗立在大地上，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山川。对于生活在德黑兰的人们来说，厄尔布尔士山脉也是一道壮丽的风景。白雪皑皑的山峰高高耸立在城市上空，无论你在城市的哪个角落，只要抬头就能看到它。在晴朗的日子里，它的轮廓清晰可见，像是城市的背景板，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从太空中看这些山，人的心会慢下来。山脉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们来自千万年的碰撞、挤压、火山、流水和风化。我们平时生活在山脚下，只看见它的一面，但从轨道上看，它们像地球皮肤上缓慢隆起的皱褶，记录着星球内部深处的力量。离开伊朗，我们就开始离开中东地区，也暂时结束了这段山脉之旅。接着，画面转向风暴。地球当然会有风暴。对于地面上的人来说，一场强气旋可以摧毁房屋，掀翻树木，改变海岸线，也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从更大的尺度看，它又只是大气层里一个旋转的白色涡旋。和木星大红斑那样持续数百年的巨型风暴相比，地球上的风暴显得很短暂。可是对于人类而言，理解它们非常重要，因为理解风暴就是尽可能保护生命和财产。现在，我们将目光投向一个臭名昭著的气旋高发区——印度附近的孟加拉湾，看看2013年10月8日至14日发生的气旋费林。这个气旋最初只是一个低气压，在温暖的孟加拉湾海面上慢慢形成。你可以想象，温暖的海水不断蒸发，带着水汽向上上升，像是大地在轻轻呼吸。在短短2天内，这个低气压就迅速增强。到10月10日，它已经正式发展为强气旋风暴，相当于1级飓风。第2天，它进一步增强为5级气旋，成为印度历史上登陆强度第2高的热带气旋系统。从太空中看下去，这个气旋像是一个巨大的白色的漩涡，中心是清晰的风眼，周围的云层像是旋转的裙摆，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阳光照在云层上，边缘泛着金色的光芒，看起来既美丽又壮观。但你知道，在这美丽的外表下，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狂风在海面上掀起巨浪，暴雨倾盆而下，整个世界都被风雨笼罩。地球的大气并不是孤立的一团团云，它像一整套巨大的流体系统，海水温度、风切变、地转偏向力和水汽输送一起作用，形成这些旋转的云墙。你可能也会好奇，台风、气旋和飓风之间有什么区别？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简单来说，西太平洋的热带气旋被称为台风，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长教气旋，而大西洋和东北太平洋的则被称为飓风。区别它们的只是发生的经度不同。在北半球，它们通常逆时针旋转，而在南半球则通常顺时针旋转。那么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呢？热带气旋就像巨大的热机，以温暖潮湿的海洋空气为燃料，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只会在赤道附近的温暖海域上空形成。海洋上方温暖潮湿的空气会在海面附近向上上升，由于这些空气向上运动并远离海面，海面附近的空气就会减少，周围气压较高地区的空气就会涌入这个低压区，而这些新涌入的空气也会变得温暖潮湿，然后同样上升。随着温暖潮湿的空气上升并冷却，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形成云。水汽在高空冷却，凝结成云，释放前热，让系统继续增强。整个云和风的系统在海洋热量和海面蒸发水汽的滋养下不断旋转和壮大。也正因为太平洋的海水如此温暖，所以
这里是热带气旋发生最多的海洋。风暴是地球的呼吸，是它调节能量的方式。虽然它们有时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但它们也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带来了雨水，滋养了土地，让生命得以延续。风暴之后，我们进入更加安静却更深奥的一章——地球隐藏的电场。在我们星球的2极上空，有一种很长时间只存在于理论中的力量。它不像山脉那样可见，也不像风暴那样有云墙和螺旋，但它一直在影响大气层，推动带电粒子沿着磁力线逃向太空。它叫做双极电场，和引力场、磁场一样，是地球的基本作用力之一。不过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幸好它的强度不算太大。我们都知道，地球的磁场帮助我们的大气层抵御危险的太阳能和破坏性的宇宙射线，而引力场不仅让我们能够站在地球表面，防止大气层飘散到太空中，还为研究地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海洋环流等诸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磁场和引力场是让我们的星球变得宜居的关键特征。而随着2024年《自然》杂志上一篇论文的发表，科学家们找到了第3种能量场——双极电场存在的直接证据。NASA 耐力号任务的最新突破，终于让科学家们解开了一个长达60年的谜团。他们首次测量到了双极电场，彻底证明了我们的星球拥有第3种全球能量场。这种现象不仅驱动着极地风，还对地球的宜居性有着巨大的影响。要理解这种能量场，我们需要先谈谈等离子体。和固体、液体、气体一样，等离子体也是物质的一种状态，而宇宙中99%的可见物质都是等离子体。等离子体由电离粒子组成，地球上许多著名的现象，比如极光和闪电，都与它有关。当大气气体密度低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等离子体。这个高度大约在地球表面上方90公里处。这种等离子体由非常轻、运动速度极快的粒子组成。当它们远离地表时，会被地球的磁力线捕获。在地球的大部分区域，等离子体会遇到一个限制其逃逸到太空的屏障，这个屏障被称为等离子体层顶。在这里，等离子体会沿着闭合的磁力线与地球一起自转。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流的地球磁场模型都认为，所有的磁力线都是闭合的，等离子体也会一直被困在其中。那么，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呢？答案是，我们进入了太空。20世纪60年代，第一批飞越地球南北极的航天器实际上探测到了一股超音速的带电粒子流，也就是等离子体流，正在流向太空，其中包括带正电的氢离子和氧离子。这一发现让科学家们开始思考，地球的磁场模型是否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尾巴，而不是闭合的。当时，科学家们已经知道，由于热逃逸，我们的大气层会有一些粒子流失到太空中。热逃逸是一种大气逃逸现象，通常发生在阳光的能量加热了大气中的粒子，使它们达到逃逸速度，从而摆脱地球引力的时候。这有点像一锅水烧开后，蒸汽蒸发出去一样。所以，有一些粒子会逃逸到太空，并不令人意外。但有一件事却解释不通。如果太阳的能量是大气逃逸的唯一原因，那么逃逸到太空的粒子应该是被加热过的。然而，探测到的粒子流中有许多实际上是冷的，没有任何被加热的迹象，但它们却在以超音速飞行。科学家们推测，一定还有另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驱动这种现象。1968年，人们创造了极地风这个术语来描述它，这也促使人们对其成因和影响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和理论探索。为了解释极地风，科学家们提出了全行星电场的概念。但当这个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时，人们认为这种力太弱了，根本无法探测到。在当时，科学家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种电势极其微弱，需要非常灵敏的仪器才能测量，而这项技术在几十年后才被发明出来。2016年，欧洲航天局的金星快车任务带来了一条线索，再次点燃了人们测量地球双极电场的热情。地球之所以适合生命生存，原因之一就是它拥有水，而如今的金星却是一片干燥荒芜的景象。然而，有证据表明，数十亿年前，金星可能和我们现在的地球一样，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金星曾经有水，那么这些水都去哪里了？欧空局的金星快车任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它探测到金星周围存在10伏的电势，至少是预期值的5倍。这是人类首次成功测量到包括地球在内的任何行星上的电场。金星周围的电场可以将氧离子等带正电的离子从大气中拉出来，就像吸尘器将颗粒吸向太空一样，抽走了构成水的基本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是导致金星曾经丰富的水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这也引发了一个更贴近我们的问题：地球是否也有类似的电场？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们的星球能够保住它的水呢？金星周围测得的电势约为10伏。作为对比，一个标准的汽车电池电压是12伏，但科学家们预计地球的电势只有大约 0.3 伏，和你手表里的纽扣电池差不多，比金星上的电势弱约25倍。正是这种差异，可能是地球能够保住水资源的关键原因。这也激励着 NASA 耐力号团队开发了一种新型科学仪器——光电子能谱仪，来寻找地球微弱的电场。这种仪器的设计目的是测量从地球大气层逃逸的电子的速度，以此来揭示我们星球的电势。之前我解释过热逃逸，提到当粒子达到逃逸速度时，就能逃离我们的大气层。这个逃逸速度是一个非常具体、可预测的数值，但地球的电势会让这个速度稍微减慢一点。因此，通过在耐力号轨道的远地点，也就是距离地球最远的点，测量这种减速效应，仪器就能够测量出我们星球周围的电势强度。如此灵敏的仪器必须在精确的地点和时间发射。为了确保观测成功，任务团队选择了斯瓦尔巴德火箭靶场。这是世界上最北端的火箭发射场，位于挪威北冰洋的斯瓦尔巴群岛。这里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空气清新而凛冽，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的繁星和绚丽的极光。在这里， NASA 耐力号团队能够将仪器搭载在亚轨道火箭上，穿过地球的磁北极。2022年5月11日，这支国际科学家团队成功完成了发射。这次任务以1914年欧内斯特·沙克尔顿试图抵达南极点并穿越南极洲时所乘坐的船只命名。耐力号任务将亚轨道火箭发射到了768公里的高空，在飞行的518公里路程中收集数据，19分钟后在格陵兰海降落。在飞行过程中，仪器测量到在250公里至768公里的高度之间，电势变化了 0.55 伏。NASA 耐力号任务的首席研究员格林·科林森说，尽管半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差不多就是一块手表电池的强度，但这个数值正好能够解释地球的极地风。这次对地球电场的首次直接测量，标志着我们理解这一基本行星能量力的关键时刻。平流层之上是中间层，延伸到约85公里的高度，这是流星燃烧的地方。因为中间层底部的大气足够稠密，能够减慢流星的速度。当流星划过夜空时，它会在中间层燃烧，留下一道明亮的光迹，那是它留给地球的最后一抹温柔。电离层就始于中间层的上部，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电离层从地表上方约80公里的中间层开始，向外延伸，穿过整个热层。热层的范围大约是85公里到600公里。
这里是极光发生的地方，高能量的紫外线和 X 射线辐射在这里被吸收，产生了带电粒子。当太阳风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时，带电粒子会沿着磁力线进入两极的电离层，与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发出绿色、紫色、红色的光芒，形成美丽的极光。你可以想象，在北极的冬夜，天空中布满了流动的极光，像是上帝在天空中挥舞着彩色的丝带，整个世界都被这柔和的光芒笼罩，安静而神秘。最后，电离层结束于外翼层的下部，外翼层从约600公里开始，一直延伸到距离地球表面约1000000公里的地方，在那里逐渐消散在外太空中。外翼层也是许多卫星绕地球运行的地方。如你所见，电离层从海拔约80公里处开始，向太空延伸数百公里，与地球的磁层重叠。磁层是环绕地球的一个空间区域。我们就是在电离层这个广阔的区域中发现了双极电场。据推测，它大约从250公里的高度开始。虽然我们的大气层大部分由氮气组成，但电离层的上部区域主要是较轻的元素，比如氧、氢和氦。当来自太阳的光子与高层大气中的这些元素碰撞时，它们可以将电子从元素中击出，这个过程被称为电离，留下带正电的粒子、离子和带负电的电子。由于负电子和正离子的电荷相反，它们会相互吸引，并被电场束缚在一起。正是这个电场构成了双极电场的主要部分。电场中的电子非常轻，哪怕是最轻微的推动都能让它们飞向太空。而离子的重量是电子的1800多倍，会因重力而向地面沉降。这种亚原子层面的拔河比赛在2个方向上同时进行，但被激发的电子向上的拉力能够稍微压倒作用在离子上的重力。电离层电子的这种向外压力就是形成双极电场的原因，它像是地球周围一层看不见的闪烁的蓝色光芒。这种向上的升力使地球的电离层膨胀，并将一些离子加速到足以脱离大气层的速度，沿着地球两极的磁力线形成了极地风。更重要的是，双极电场能够在不加热等离子体的情况下实现这种加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家们探测到从电离层逃逸的是冷等离子体。正是离子和电子之间这种双向相互作用的特性，赋予了双极电场它的名字。拉丁语前缀 ambi 的意思是两者都，而 polar 指的是电场影响最强烈的极地地区。克林森将双极电场称为混沌的使者，他将粒子从我们的大气层剥离，送入太空。氢离子构成了极地风的大部分，它们非常轻，双极电场对这些电子、离子对的向上作用力是重力的 10.6 倍，这使得离子能够以超音速加速从地球磁极上方的大气层逃逸。科学家们发现，我们的星球每秒大约损失3公斤氢气，也就是每年95000吨。此外，地球每秒还损失约50克氦气，也就是每年1600吨氦气。其他气体，比如氧气，也会有少量但仍可测量的损失。然而，这并不全是极地风造成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热逃逸和极地风等非热逃逸机制。不过别担心，尽管我们的星球每天都会向太空损失数千吨的大气层，但我们离空气耗尽还早得很。地球在10亿年内都不会缺氧，再过10亿年，我们的海洋才会耗尽大部分的氢。大约40亿年后，我们的星球可能会看起来和现在的金星非常相似。我们所有的水都会蒸发，温室效应会变得足够强烈，足以融化岩石，让我们的星球变成一个干燥、没有生命的世界。请记住，现代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只存在了大约30万年，我们的物种需要存在超过3300倍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活到10亿年后。虽然这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并不重要，但想想还是很有趣的。我们只是地球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过客，
但我们却有幸能够了解它、探索它、热爱它。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索双极电场如何影响我们的星球和地球上的生命。耐力号的科学家们表示，未来已经有计划对地球的双极电场进行更多的测量。和它的前身一样，新的火箭也将以一位早已逝去的北极探险家的遗产命名，以1850年启程探索北极的坚决号船只命名。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确认并测量双极电场的强度，而且后续的测量任务也已经在计划中。科学家们可以开始提出一些更大、更令人兴奋的问题了，比如这对地球复杂的大气动力学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如何帮助调节行星的演化。而我们从这项研究中获得的潜在见解，难道不令人激动吗？想一想，这很适合放在夜晚慢慢听。我们每天生活在空气里，却很少意识到空气的最上层正在轻轻流向太空。氢、氦和少量氧离子一点点离开地球。这个速度对人类时间尺度来说并不危险，地球不会突然失去空气，但在行星演化的尺度上，一点点逃逸，经过亿万年，足以改变一个世界的样子。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索征程之一——旅行者号任务。1977年，两位先驱踏上了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史诗般的探索征程之一。他们的目标是揭开围绕太阳系以及我们在其中位置的宇宙之谜。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太阳系外行星最早、最精彩的一些影像，而且在47年240亿公里之后的今天，他们仍在从星际空间向我们发送关于宇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新信息。旅行者1号和2号探测器不仅仅是仪器和电路的组合，它们是人类最美好品质的象征：好奇、大胆、雄心勃勃且坚韧不拔。旅行者号不仅捕捉到了我们气态巨行星及其卫星的耀眼照片，也俘获了地球上几代人的心。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意识到在旅行者号之前，我们对太阳系的了解是多么少。旅行者号任务的项目科学家爱德华·斯通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了那些我们不知道存在的东西。这对充满活力的组合将利用一个176年一遇的行星排列机会，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将以一种允许一次任务探索全部4颗气态巨行星的方式排列。这是 NASA 绝对不愿错过的机会。经过与美国国会的反复沟通，克服了预算批准方面的几个障碍，再加上10年的辛勤工作，旅行者号探测器终于登上了发射台，开启了太空探索的新纪元。发射当天，卡纳维拉尔角的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随着倒计时的结束，火箭点火升空，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火焰照亮了整个发射场。火箭拖着长长的白色尾焰，缓缓升向天空，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蓝色的天幕中。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期待。他们知道，人类即将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旅程。旅行者号发回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照片，在当时绝对是革命性的。在那之前，我们对那些外行星的了解只来自于地面望远镜拍摄的模糊的光点，而旅行者号为我们带来了它们清晰的近距离的照片，让我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这些遥远星球的模样。发射13天后，旅行者1号将这张照片传回了地球，这是他在未来5年内将发回的数万张照片中的第一张。这张照片拍摄于距离地球1160万公里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旅程是一个充满感情的起点。它可能会让你想起仅仅8年前，阿波罗11号机组人员从月球拍摄的地出照片。在这张照片里，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小小的蓝色的球体，在漆黑的太空中显得格外明亮。在它的旁边是更小的灰色的月亮，
静静地陪伴着他。整个背景是深邃的黑色，点缀着几颗遥远的星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觉得这张照片美得令人心碎，尤其是当你知道这个探测器已经走了多远，以及从那以后它看到了多少东西的时候。在这个尺度上，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历史和文明，都浓缩在这一个小小的蓝色光点上。它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又是多么的幸运，能够生活在这样一颗美丽的星球上。旅行者号的旅程还在继续，他们飞过了木星，看到了木星上巨大的红斑和它众多的卫星；飞过了土星，看到了土星那美丽的由无数冰块和岩石组成的光环；飞过了天王星，看到了这个躺着旋转的行星的独特景象；飞过了海王星，看到了海王星上深蓝色的大气和巨大的风暴。每一次飞掠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和发现，都刷新了我们对太阳系的认知。现在旅行者1号和2号都已经飞出了太阳系的日球层，进入了星际空间。它们是人类有史以来飞得最远的探测器。它们携带了一张镀金唱片，里面收录了地球上的声音、音乐和图像，希望有一天能够被外星文明发现。虽然它们的电池会在未来几十年内耗尽，它们将再也无法向地球发送信息，但它们会继续在星际空间中飞行，带着人类的问候和好奇，飞向遥远的宇宙深处。它们是人类文明的使者，是我们留给宇宙的名片。随后，视频回到一颗更近的星球——火星。NASA 的火星侦察轨道器已经用它强大的 HiRISE 高分辨率成像科学实验相机，对火星表面进行了超过10年的成像。10年每天不间断的拍照，意味着它的影像目录极其庞大。我们几乎可以挑选出火星上任何我们想仔细看看的地方。今天，我觉得研究火星上的沙丘，并将它们与地球上美妙的沙丘进行比较，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你可能已经见过撒哈拉沙漠数百米高的沙丘，或者纳米布沙漠一望无际的连绵沙丘的影像。但你知道吗？沙丘其实有5种不同的类型，而且火星上有一种地球上没有的沙丘类型。还有，火星上最大的沙丘是什么样的呢？火星表面也有沙丘，但火星沙丘有自己的特点，因为那里的大气压极低，只有地球表面的大约1%，风要推动沙粒并不容易。最常见的沙丘之一是新月形沙丘，也叫巴坎沙丘。虽然它们并不总是像照片中的沙丘那样特征鲜明，但它们数量众多，在大多数沙漠中都能找到。它们的特征是这种带有2个臂的新月形状，通常宽度大于长度。它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形状，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只有一个主导风向，它们面向风的一侧坡度较缓，而另一侧则是滑落面。它们是一种横向沙丘，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会将沙子从迎风面吹过顶部，然后从滑落面落下，使沙丘逐渐移动。当许多这样的沙丘合并在一起时，它们可以形成几乎像波浪一样的沙浪。迎风面平滑，背风面是滑落面，随着风向逐渐移动。你可以想象，在撒哈拉沙漠里，一望无际的沙丘连绵起伏，像是金色的海洋。风吹过沙丘，发出沙沙的声响，沙子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芒。你赤脚走在沙子上，细腻的沙粒从你的脚趾间流过，暖暖的，软软的。远处的沙丘在热浪中微微晃动，像是海市蜃楼一样。整个世界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你的呼吸声。这种沙丘在火星上也非常丰富。我接下来要展示给你的所有这些沙丘，都可以在各种大型陨石坑的底部找到。来到火星赤道附近的这个古老陨石坑，你可以看到巴坎沙丘在这片平原上有些聚集在一起。这种情况发生在沙子充足的时候，沙丘会合并成一个大而凹凸不平的横向沙丘。但在稍高一点的地方，
沙子与基岩形成对比，单个的沙丘就非常明显了。这里还有一些在阿兰戈尔斯基陨石坑发现的巴坎沙丘。当沙子较少时，沙丘往往保持独立，从上方看起来非常奇特，像是散落在红色大地上的一个个月牙。这些沙丘确实会移动，尽管速度非常缓慢。这里有几个例子，展示了火星上的沙丘在2到3年的时间里缓慢移动的过程。科学家们最初认为火星上的沙丘会保持相当静止，因为沙丘需要风来移动，而火星表面的大气压只有地球的大约1%，地球的风可以很容易地移动沙子。我们知道火星上的风可以卷起微小的尘埃颗粒，但移动沙子需要极强的风。不过，有一个事实可能会有所帮助，那就是火星上的沙子和地球上的沙子并不完全一样。机遇号分析的沙粒比我们在地球上习惯的要小得多，这可能有助于这些沙丘的移动。但如果风向是双向的，会发生什么呢？回到地球，有一种从国际空间站上很容易看到的美丽沙丘类型，就是纵向沙丘，也叫塞夫沙丘。塞夫在阿拉伯语中是剑的意思，这个名字很好地描述了这些又长又窄的沙丘。这些线性沙丘可以长达数百公里，通常成组平行排列，中间被砾石或岩石走廊隔开。它们形成于风向会发生反转的地方，这意味着这些山脊在沙丘的两侧都有滑落面，使它们看起来相当锋利。塞夫沙丘也出现在火星上，在我看来，最美的例子就在这里。同样是在一个陨石坑的底部，这些沙丘看起来彼此非常相似，包括每一个沙丘上都有的那条尘土带。虽然我们还不完全确定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但一种主流理论认为它们是巴坎沙丘周围风向变化的结果。在这张图片中，一些巴坎沙丘似乎正处于转变为塞夫沙丘的过程中。这是一张非常漂亮的图片，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在我们的右侧，有一个湖床正在被侵蚀，将沙子输送到下面的山谷，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美丽的巴坎沙丘展示了转变为塞夫沙丘的逐步过程。这里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例子，展示了这个过程更进一步的阶段。图片中不同物质的对比令人惊叹，深色的部分是正在合并的沙丘，在红色的火星表面上格外显眼。第三种沙丘类型是穹顶沙丘，通常在地球上它们的体积都不大，通常只有几英尺高，它们没有滑落面，整个表面都很光滑，因此得名。它们相当罕见，通常出现在其他类型沙丘的内部和周围。是的，这些在火星上也能找到。这里是一片布满穹顶沙丘的区域，其中一些已经开始转变为巴坎沙丘。在这片令人印象深刻的广阔沙丘中，我是说真的很广阔，因为这些沙丘远远超出了这张图片的范围。你可以看到摇晃的沙丘线条，末端带有穹顶。这里的穹顶沙丘似乎比地球上的要大得多，直径有几十米。这片区域表明风向发生了变化，因为沙丘的线条远没有之前一些图片中的那么直。第四种沙丘类型是抛物线沙丘，它与巴坎沙丘正好相反，这意味着它的滑落面在与巴坎沙丘相反的一侧。它们出现在沿海地区附近，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形状，是因为通常有植被将沙丘的壁固定在原地。火星上缺乏植被，这意味着要找到抛物线沙丘有点困难。我找到的最接近的是这张美丽的图片，一个沙丘环绕着中间的一个大土丘。在这张图片中，沙丘明显是从左向右移动的，你甚至可以在这一侧看到滑落面的阴影。这个沙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土丘的大小和形状的影响。风沿着土丘的墙壁流动，塑造了沙丘的形态。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沙丘类型，是最大的一种星形沙丘。这种沙丘形成于风向频繁变化的地区，这意味着该地区的沙丘有3个或更多的壁，
而且通常是静止的，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堆积增高。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片是从国际空间站看到的撒哈拉沙漠，里面布满了星形沙丘。这些沙丘的规模确实令人震撼。放大看，你会意识到那些小点其实是人，它们就像是沙漠里的金字塔，雄伟而壮观。关于火星的沙丘，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想谈谈。你有没有去过海滩，见过这样的沙波纹？这些实际上是一种横向沙丘，形成于水流过沙子时，与水流方向垂直。这很像风造成的更大规模的横向沙丘。火星上也有这些波纹，但它们比你在地球上找到的要大得多，波纹之间的距离有1-2米。这个尺寸使得从太空中很难看到它们，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另一个探测器好奇号拍摄到了这些非凡的照片。科学家们甚至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沙丘存在，这恰如其分地提醒我们，尽管火星对我们来说可能看起来相当熟悉，但它仍然是一个充满秘密和未被探索事实的世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火星看起来荒凉、静止，却依然有风，有颗粒移动，有季节变化，有我们还没完全理解的地貌过程。最后，让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太空的地球声音。太空是一片荒凉的虚空，是一个无法传播声音的真空。所以，你可能会认为太空极其安静，你是对的。但这只是因为你没有用你的自然耳朵听到任何东西的能力。如果把你的耳朵变成无线电波接收器，你会突然发现，太空是一场由奇怪而有趣的声音组成的永恒交响乐。今天，我们将一起找出这些无线电波的来源，以及它们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需要飞到地球上方太高的地方就已经进入太空了，仅仅60公里高，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粒子让声波传播。但即使在太空中的这里，也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波。对我们来说特别有趣的是电磁波，它们不像声音那样需要其他粒子来传播，而是通过光子自行传播。严格来说，太空是真空，普通声波无法像在空气中那样传播。所以，如果你只带着人的耳朵进入太空，那里确实是安静的。可是，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那里有电磁波，有带电粒子，有磁场的扰动，有等离子体里的波。仪器可以记录这些波，再把它们转换到人耳能听到的频率范围。于是，我们就听见了所谓太空的声音。当你身处地球的范艾伦辐射带，也就是环绕地球的巨大辐射带中时，你就已经开始听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声音了。这些声音是由地球等离子体层中的高能粒子产生的。地球磁场的旋转会将这些粒子来回拉扯。你看，地球周围有一个等离子体层，里面包含着成团的离子和电子。当地球及其磁层旋转时，磁场会穿过这些粒子，以一种被称为等离子体波的波的形式加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地球海洋中的扰动会形成波浪。你听到的这些扰动是以无线电波的形式被 NASA 的范艾伦探测器之一捕捉到的。这些被称为合唱波，通常在地球的黎明时分被听到。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出现在地球的这一侧。它们听起来像是清晨的鸟鸣，清脆而悦耳，仿佛有无数只小鸟在太空中歌唱，迎接新一天的到来。一种更接近地球的惊人合唱波是笑声模式等离子体波，它听起来像是太空战斗和激光发射的声音。这些波存在于等离子体层较冷、密度较高的部分，是由大气中的闪电释放的电磁辐射引起的。这些闪电产生的波可以在地球的磁场内来回反弹，而且因为较高的频率
比较低的频率传播得更快，所以这些合唱波听起来像是音调在下降，就像口哨声一样。你可以想象，在遥远的太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人正在轻轻地吹着口哨，声音悠长而婉转。离等离子体层更远的地方，可以听到相反的效应。这一次是一种上升的音调，几乎像是鸣琴之间的对话。人们认为，这是由于地球磁尾中的磁冲联导致电子向地球的叶侧移动，当它们与等离子体碰撞时，将能量传递给等离子体而引起的。这种声音轻柔而灵动，像是两个朋友在窃窃私语，分享着宇宙的秘密。在等离子体层的另一个区域，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叫做丝丝波的东西。这些被认为是从内层等离子体层泄露出来的合唱波，它听起来比我们迄今为止听到的其他声音要阴森冰冷得多，像是收音机里的白噪音，又像是风吹过树林的沙沙声。它持续不断，轻柔而稳定，像是宇宙的背景音，陪伴着我们在太空中旅行。我觉得这些片段非常有趣，因为有时很难理解那些你看不见的波，但当声音与可视化结合在一起时，就增添了一层新的理解。它们让我们知道，即使在看似空无一物的太空中，也充满了各种能量和活动，充满了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就像我们把远方星光翻译成图像，把引力扰动翻译成曲线，把行星表面翻译成地图一样，声音只是另一种理解宇宙的方式。于是，整段旅程其实在做同一件事，它让你重新看见地球，从中东山脉到孟加拉湾风暴，从双极电场到旅行者号的回望，从火星沙丘到地球磁层里的低语，所有内容都在提醒我们，地球并不是一个普通背景，它本身就是一颗复杂、活跃、温柔又宏大的行星。你可以在夜里慢慢想象它，想象红海两侧的山脉被晨光照亮，想象扎格罗斯山脉像沉睡的褶皱，一道一道铺在大地上，想象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平原上静静流动，想象风暴在海面上旋转，云墙之下是温暖海水的呼吸，想象两极上空微弱的双极电场正在把极轻的粒子轻轻送入太空，想象旅行者号回望时，那颗蓝色地球与月亮一起悬在黑暗中，想象火星沙丘在稀薄风中缓慢移动，像一场需要几年才能看见的潮汐。再想象地球周围的电磁波被翻译成遥远的哨声、鸟鸣和嘶嘶声，这一切都很安静，山脉很安静，沙丘很安静，太空很安静，连风暴从轨道上看也像无声的白色漩涡。可是在这种安静里，地球一直在变化，岩石被挤压，河流在沉积，湖泊在退缩，风暴在生成，电离层在呼吸，粒子在逃逸，探测器在远行。你躺下来，闭上眼睛，只需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慢慢远离地面的观察者。城市的声音变小，灯光变成一片柔软的金色网格，云层从下方飘过，海洋映着月光，山脉的阴影缓慢移动。你不需要理解所有公式，也不需要记住所有数字，你只需要知道，地球正在以一种极其缓慢、极其宏大的方式继续运转，而你此刻也在这颗行星上，随着它一起安静地旋转。希望这些画面和讲述能够带走你一天的疲惫，让你在宇宙的宁静中
安然入睡。晚安，做个好梦。